这时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叶瑶，我去看看。好，你小心一些。发生什么事情了？副统领，有人昏倒在马路中间，属下给他喂了一些水，可人醒了，死活不愿意离开，非要跟着我们。你是何人？我们队伍不接受他人，赶紧离开。大人，我是这山上的佃农，里面的管事，他们压榨我们，奴是逃出来要去主家告发的，求大人让奴跟着去凤都吧。佃农没有主家允许私自出门，你到了凤都城门被抓起来也是要被杖杀的。大人，奴死了不怕，但是奴的家人还有其他佃农都等着我去求主家，求您救救他们，求您救救他们，奴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求求您了，大人，这个是我们佃农的血书，求您救救我们。看着上面的手印得有50-60人了吧，好大的庄子。他这是怎么了？苏月瑶走了过来，身后跟着杨千寻他们。啊，七主，你怎么下了马车呀？都是一些小事，山上的佃农被管事的压迫，想要去找主家告发。苏月瑶此时才看到地上跪着的男子，浑身脏兮兮的，衣衫单薄，甚至还能看见背后的鞭伤。那就让他跟着我们去凤都告发吧。哎呦，不行，庄子的佃农没有主家的命令，不得私自出门，被府衙发现就直接要杖杀了。还有这规矩？这也是为了防止佃农私自逃跑，一旦成了佃农，此生都是佃农，是主家的所有物。这是哪家佃户？奴是凤都李家的，庄子在前面的山上。李家？是李丞相一族的？奴不知道，奴只知道奴的主家家主是一个大官。此时南风和皇太女也过来了，普巡查在最后面。苏女君想救他们吗？他是有主家的人，我应该救不了吧？而且我想救也不行，李家我可是和他们有矛盾的。苏女君知道什么是佃农吗？不是在庄子里种地的农。佃农就是类似府里的奴仆，他们在庄子里要劳作，遇到主家派过来好一点的管事，日子还能吃饱穿暖，要是遇到不好的，也就和他一个命运啊。你知道你会死，为何还要逃出来？管事是上个月新调过来的，他压榨我们，成天成夜的干活，还不给我们吃的，还有什么？还有我家中有个妹妹，今年成年了，那个管事的不是人，他想要霸占她，甚至还找人一起欺辱她，奴一定要救她。好，原来是牵扯到女子了，南卫使不听听，凤羽卫不去解救吗？我记得如今女子稀少，即使是佃农女子也是受到保护的，主家出现女子意外死亡的事件也是要受到牵连的吧？你说的可是真的？奴发誓，大人，求您救救奴的妹妹。苏女君，在下要带着这人去看看，不知……我和你一起去。苏女君只怕是……普巡查一起吧。普巡查点了点头。芊芊、浩轩、玉琪、妍希、袁景，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们，我们去就回。众人应好，都等在原地。太女殿下要去看看吗？这可是李氏的庄子，你君后的母族呢？那姑就去看看。苏月瑶听到凤琪要去，嘴角微勾。南风看着苏月瑶安排好了，直接拽起地上的男子往前面的山里去。大皇子手直接搂着苏月瑶的腰跟了上去，星辰、崔阳、陆远义紧紧地跟在大皇子身后。等几人到达山上的庄子时，发现庄子大门紧闭，刚上前一步，就发现一群护卫出现，把众人围了起来。哎呦，还有2位女军呢，嘿嘿嘿嘿，是想留下来当佃农吗？星辰看到这恶心的视线，直接闪身一脚踹了上去。中年男子直接砰的一下被踢到门上掉了下来，当场吐了一口血。再用这样的眼神看你，挖了你眼珠子。周围的人都感觉到星辰的骇人气势，瑟缩了一下，连凤琪都上前一步，直接挨着苏月瑶站着。师父，你郎君好可怕。可怕吗？很帅的好吧？哎，管事的，您没事吧？你敢打人？来人呐，把这些人都给我抓起来！
周围的护卫感受到星辰的气势，第一时间没有动。这人是你们庄子的佃农？哎呀哈，二牛，你还敢回来呀？来人，给我抓住他，让所有佃农都出来，看看逃跑的佃农是什么下场。你是这庄子的管事？你们是给我送这佃农的？哼，你们要是把这2个女子留下，我还能留你们一命。星辰听到这里，眼神带着杀意，刚想动手，苏月瑶拉住他。我和我妹妹可不是佃农，是有户籍的，你一个管事的敢如此逼迫女子，不要命啊？哼，这里可是李氏的庄子，凤都李氏家主可是当朝丞相君后的母族，谁敢对抗？一看你们就是县城家的女子啊！今日你们要是伺候好了我还好，哎呀！话还没有说完，这次大皇子一脚又再次把人给踹飞出去。苏月瑶没想到大皇子会突然动手，他还没有问完呢，这脚直接把人给踹晕了过去。普巡查，刚刚这管事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这凤都的君后和李丞相不知道他们的庄子有人仗着他们名声如此霸道呢，连正常百姓家的女子都敢霸占呀，不知道是指使还是无心呢。哎呀，我都差点被这个恶奴霸占了呢，气得我头都有些晕呢。哎呀，元义，快扶着我！众人一阵无语，凤琪眼神一眨不眨地看着苏月瑶。太傅头晕了吗？不是应该是那个管家晕吗？都被挨了2脚了。七主来这里是要搞事情啊！完了，刚那脚踹狠了。大皇子心里有些懊恼地想着，他还以为七主是想要看个热闹的，没想到是奔着李氏一族去的。苏女君，在下已经听清楚了，而且已经记上了，事后在下会让在场的人签字的。你们是什么人？李氏的庄子也敢撒野？给我动手！崔阳和星辰二话不说的动手反击，几分钟，所有护卫全部倒在地上，哀嚎出声。你妹妹在哪里？是在家吗？带我去见她。大人，您跟奴来。众人看到二牛带着一众衣着不凡的人进来，而且管事和护卫都被绑着扔到一边，都围了过来，跪了下来。大人，求您做主啊！大人，奴的女儿被他们给带走了，几天都没有回来。大人，救救我们啊！二牛，快去救你妹妹！你妹妹昨晚没有回来。爹，这是我找来的大人，会救出妹妹的。大人，您救救我女儿啊！二牛的父亲直接跪了下来，磕头说道。苏月瑶看着一群面黄肌瘦的男子跪在他们的面前，有些皱眉。这些人看着就是受了虐待，这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的多。那些女子在哪里？副管事咬牙不吭声，南风直接一只手用劲，副管事直接惨叫出声。啊！李家不会放过你们的，不会！南风再次用力，副管事的手直接咔嚓一下。说不说？哎，我说，在前面院子里的房间里。众人去到庄子里面的院子里，门口有几个护卫，他们刚想出手，崔阳直接一下打倒了。一间门打开，5、6个女子衣衫不整地缩在床上，屋里还弥漫着一股的气味。南风他们看见，顿时全部退出门口，到了院子。苏月瑶看到他们的样子，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手紧了紧，他想杀人。把外面的护卫还有这个管事的都给我押到院子里，再去给他们找一些干净的衣裳。七主，我这就安排。凤琪，给我过来，一起进去。师父，我……凤琪有些不敢看里面女子的状态，想要退缩。你必须要看。你们没事了，我们会严惩伤害你们的人。我要回家，你就让我回家好不好？我也要回家。凤琪，你看到了吗？凤都城的世家女享受着男子的照顾宠爱，而这里的女子们被一个主家的奴仆随意欺辱，就因为他们是佃农的后代，你觉得公平吗？如今女子稀少，法规有很多条例护着女子，但是他们并没有人护着，连一个奴仆都敢这么伤害女子。如果刚刚我们没有人护着，他们也敢欺辱我们，
你想要将来真正的给天下所有女子公平吗？师父，我不知道怎么做。那你就好好想想，造成这些女子悲剧的根源在哪里？想清楚了，回到丰都告诉我。如果想不明白，我们的师徒缘分大概就要到头了。师父，我会想清楚的。七主，衣服已经找来了。苏月瑶转身去拿衣服。你们换下衣服吧，外面所有的护卫还有管事的都被我们给绑了起来，他们不会再欺辱你们。一会儿我给你们亲自报复回来的机会。苏月瑶和凤琪退出了屋子。元烨，一会儿你给他们都把脉看看。好的，七主。普巡查，今日所看所听，回到凤都，我希望你能如实上奏，能做到吗？下官会如实禀告。南卫使，这屋里的女子会亲自指认哪些人欺辱了他们，我给他们报仇的权利，还请你不要拦着。下官明白了。给他泼醒。管事顿时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被绑着，身边的护卫也都绑在一起。你们到底是谁？竟敢私闯庄子！丰都李家你们惹不起。我们惹不起？那你说说，这些女子你是如何胁迫他们的？还有你说丰都李家，难道是君后让你来到庄子里欺辱女子的，还是李丞相？这欺辱女子的罪责，我倒是看看他们敢不敢担着。你！这时屋里的女子们颤颤巍巍地出来了，她们害怕的互相搀扶着，瑟缩的不敢抬头。所有管事护卫都在这里，把欺辱你们的人都给我挑出来。有3、4个女子害怕的瑟缩着不敢动。妹妹，是谁干的？哥要杀了他！是哥没有护好你，哥对不起你。不是哥的错，是他们做的，他们欺负我，还打我。舒儿别怕，这些大人会救我们的。那些伤害你的人，你听女君的话，都挑出来。他还有管事和副管事。其他女子见状也都上前指认，最后整个院子的护卫只有2、3个没有被指。一阳，那边的木棍给我拿6个过来。好。你们去拿着棍子打那些伤害你们的人，把你们受的委屈都打出来，他们今日之后不会再欺辱你们。哎呀！其他女子也拿着棍子打了起来。都是你，叫你打我，你还打我爹爹，还敢推我母亲。你杀了我郎亲，你把他活活给打死了，你。场面顿时都是女子愤怒的声音，还有管事护卫的惨叫声。哎呀！别打了啊！别打了！都是管事儿让我做的呀！哎，是副管事。苏月瑶走到那3个没有被指的护卫面前，发现3名颤颤巍巍的跪在地上，看到苏月瑶立马求饶道：女婿，我们没有欺负他们，真的没有啊！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把这些人都干了什么，给这位巡查大人好好说说。哎，我说。普巡查开始拿起册子记录了下来，众人这才知道这些人都干了什么。女子娶过夫的，有把人给打死的，有打成重伤的，直接抢回来，专门伺候他们。如果哭闹就是一顿打，更甚的是2、3个人一起欺辱一个，还有逼死女子父亲让其就范的，中间还有一个女子被欺辱的直接流了产，管事直接把当时看诊的大夫给灭了口等等的事情。众人听到还有女子流产的事情，脸色都变了。女子如此稀少，一旦有孕，不管是佃农还是普通百姓，都是受到朝廷保护的。那卫使，本太傅倒是想看看，这么欺辱女子的主家会不会受牵连呢？师父，太女殿下要包庇李氏一族了，要当我的徒弟，如果是非不分，我可是不收的。徒弟没有这个意思的，这恶徒打着我父君和丞相的名号，如此大胆妄为，李氏一族没有及时发现，理应受罚。凤羽卫会全部把人押解进凤都，确认是李氏的庄子后，绝不徇私。村长可在？奴是庄子里牛村的村长。这些人我们要带走，由你先管着庄子事务，不出10日会有新的管事到来。女君，奴只是佃农，
当不得管事的。让他和你一起，是他冒死拦着我的马车，我们才上来的。这位是凤羽卫卫士，主管女子受辱之事，会还你们一个公道。二牛多谢女君相救，我一定会守好庄子。苏月瑶看了一眼，是个机灵的，又不畏生死下山求救。如果没有他，这里的女子会过成什么样都不好说。七主，那些女子都有些外伤，而且营养不良，需要好好调理。我有处药材庄子，我会安排人送些药材给他们。好，你安排吧。事后药材花销找南卫使。凤羽卫会报销。凤羽卫今年的花销都已经超了，这药材钱理应由李氏出。李家回到凤都，他不让李家脱层皮，他这太傅不就白疯了吗？七主，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不只是李氏庄子如此。我知道，也能想到，只是有些感慨不公罢了。如今女子稀少，多少男子找不到妻主，佃农女子却备受欺凌。只能说这是他们的命，七主想要改变很难。难吗？等我把那些世家打下去，这些就不难了。七主想要如何做，我们都支持你。星辰，你们对我真好，想要对抗那些家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都要陪着吗？当然陪着你了，七主想干什么，我们帮你。月瑶放心去干，如果将来你要对世家动手，崔家可以做第一个。之后众人下了山，众人回到停马车的地方，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七主没事吧？怎么去了这么久？出了一些事情，你们这里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吧？没有的，我们都很好。七主，刚传来的消息，陛下已经下旨赐仪仗銮驾，让你直接进宫。礼部的官员已经安排人守在城门口等着七主了。是吗？我是不会进宫的。今日我被人言语侮辱，气得身子不爽，怕是进不了宫了。阿瑶，要是新官上任3把火，烧到李氏了。芊芊真聪明。刚刚庄子里的那些人如此欺辱女子，我看到都想杀人，只会欺辱弱小，还是一群奴仆。李氏这送上门的把柄，我不用，岂不可惜？之后，陆远义大致把上面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殿下，星辰，你们两个踹的那2脚很对，要是我在，就应该放毒毒死他们。哼，那倒不至于，南风以后也不会让这些人活着。等到事情处理好了，这些人也是个死。等到凤都，这李氏我们也要和他们对上了。七主，我会安排人针对李氏的铺子，还有他们的门客官员们。李家的生意我也会安排的。荀家会找他们的错处进行弹劾。我会交代父亲给文人馆李氏子弟使些绊子。岳阳，李氏有几个纨绔，我会交代禁军盯着他们。七主啊，到了京城你直接回府，我和凤吉直接进宫闹一闹。还不用动这么大劲吧？他们都敢觊觎你和凤琪了，那污言秽语的，我不得哭诉哭诉？我才刚接到七主，七主就给气病了，我和易阳是最亏的。七主，殿下说的对，我一会儿和殿下一起进宫去。你们2个在皇宫困了那么久，别惹怒陛下，再把你们给关进去了。没事儿，我的宫殿目前住不了人，母皇不会留我在皇宫的。我走的时候不是还有1间瓦片完整吗？你走的第1天，殿下心情不好，非要和我打一场。我们2个一不小心把那处宫殿的屋顶砸出来一个洞。那你们这些天怎么过的？殿下他住剩下一半没动的屋子，我在宫中禁军值班的房间休息的。我倒好奇，殿下的宫殿如今什么样子了？不知道女皇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肯定是糟心加败家的玩意儿的骂声。七主啊，那个修缮宫殿的费用，母皇让你出。什么？为什么我出？母皇说，我嫁给你了，我的都是你的，我干的事情你要负责，这笔银子要从你的账上走，我的嫁妆银钱不准贴。苏瑶听到这里，脑子有些晕，他什么都没干，最后破财的竟是他。要多少银子？不多，大概也就10万两银子吧。
什么？10万两？这还不多？七主啊，主要不只是一间屋子，殿下宫殿东西两侧的屋子也都毁了，这银钱不算是太多吧？芊芊，我的私房钱有10万两吗？七主应该有的吧？七主，这钱我回头给你啊。七主，我也可以给你。我自己出，不要你们的。凤君他以后不准在宫里动手，知道了没？我可以给你花钱，但是你让我把钱给你的母皇，我的心有些疼。我知道了，我下次注意。我也没想到那宫里的瓦片那么不结实啊。还下次？一次我都觉得亏了。你怎么不说你动手力气用的大了些呢？七主，我保证以后不在宫里动手。众人都忍俊不禁地憋着笑。等苏月瑶一众人到了驿站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此时驿站已经全部爆满。那是苏女君的马车吗？肯定是，你没看见有禁军守着吗？还有凤羽卫呢。你快看看，我一说可以吗？苏女君会喜欢我这样的吗？看来阿瑶回凤都的时间，有一些世家已经准确得到消息了，先派几人偶遇阿瑶呢。淑锦怎么办？看来七主的表演要提前开始了。啥？苏月瑶还没有反应过来。七主不是因为李氏的庄子被气病了吗？这些人就是最好的传递消息的人。还有星辰可以安排人守着庄子，李氏要是得到消息去灭口，说不定又是一个把柄。我会安排赤沙阁的人守着那处庄子。我明白了，那我们现在下去。不急，等南卫使过来。这些人真积极啊！我都赶了这么长时间的路了，他们在路上堵我看到他们能心情好吗？七主，等到了凤都，上赶着的公子会更多，这些人不多。你们这么松弛，就不怕我选些人进府？阿瑶要选那些世家底蕴的公子倒是可以，我来跟你说说都是哪些世家：文家的、金家的、尤家的，还有韦家的。停，不用说了，我不想听。这时南风走了过来，对着车厢说道：苏女君，驿站还有2间空房，但是人员聚集，不太适合居住，要不往前再走几里路，我们在外面扎营吧。卫使，驿站总共有多少人？在下看到的是一部分是凤都的世家公子，一部分是打探消息的人，加起来有50-60人吧。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专门给我留2间房间，不容易啊。他们这是等着我住进去，晚上好行动。男子是要守难得，不可单独见女子，不然他们即使成功，苏女君不愿，男子只有一条充军之路了。不想单独见我，他们等在这里是为了什么？这驿站也住不了这么多人吧？南卫使，我们单独扎营，他们要是上赶着一起扎营，晚上再出点事情，我要是看见什么了，毁了男子的名节，我成为过错方，可不就是要娶他们了？如今的他可是要好好防守，一点大意的心都不能有。这些人可是奔着肚子来的，他可不想给不喜欢的人生孩子。苏女君住驿站的房间吧，屋里的窗户在驿站背边，众人看着你入住，所有的心思都盯着房间。我们在旁边扎营，等众人散去时，那2间房间留给禁军几人住，苏女君和郎君们都住在营帐里。这个办法倒可行，灯下黑，他们也不会识别出来。希望这样能隔绝掉风险吧。其他人也都没有意见，毕竟如果晚上出任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致命的。明日就要到凤都了，不能大意。晚上辛苦住在房间的禁军了，我想他们晚上要应对的事情应该不少。晚上不管谁进入房间，把人都给打出去就是了。这是我们职责所在。苏月瑶到了房间，易阳，你一会儿让守着的禁军聊些闲话，把李氏庄子的事情说一遍，让他们都传消息。好，我一会儿就去安排。我也派人去提前把流言带回去。明日午时前，我们就能到达凤都。月瑶，你直接以身子不适不进宫，让这谣言彻底传开。好，你们看着安排吧。阿瑶，我们直接过去吧，一会儿禁军会悄悄地进来。我已经对外说你不见客，再打扰就是以扰乱女子为由上报给凤羽卫。我知道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玄浩轩直接抱着苏月瑶在夜色中刷刷的几下，等苏月瑶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在营帐里面了。阿瑶，今日浩轩陪着你，你们2个休息准备，我们一会儿在地上铺好被褥就睡了。好，你
你们也别忙太晚。他们大概不放心会安排一些事情，而且星辰已经不见了。翌日，苏月瑶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马车上了。记住醒了，先有些点心吧。驿站里除了点心好吃一些，其他饭菜都不太好吃。好在啊，再有1个时辰就到凤都了。其他人呢？主君在后面的马车上照顾小女君，其他人都去安排事情了，他们一会儿就会回来。钱钱为何不在这里照顾绵绵和暖暖？主君怕小女君要是哭了会影响妻主休息，最近妻主一直奔波，我们见你熟睡，不忍打扰。你们就是对我太过好了。昨日那些住在驿站的禁军，半夜可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妻主猜得很对，有一些公子晚上确实使了手段，想要进入房中，都被禁军打了出来，甚至出现了走水的情况。昨晚的驿站啊，格外热闹。好吧，不止他们没有动静，我也没有。妻主，是因为我们给你点了安神香的原因。而且妻主今日要应对礼部的官员和福安内官，确实要养精蓄锐一番。郎君们如此体贴照顾他，任何时候都会把他放到第一位，这样的感觉他喜欢。他们不足为惧，如今水患已经治理了，我也是有功之臣，而且我有2个孩子，也不怕陛下会如何。啊，确实，但妻主还是要小心一些。李氏庄子的消息，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了，怕是会安排人去庄子。星辰已经派过去一批人护着那些佃农。李氏根基很稳，不像杨家和谢家那么好对付。我知道的，李氏这次不管如何，管事虐待佃户女子是板上钉钉的，而且那个管事对我和凤琪说那些欺辱的话也是真的。我本来也是想这次事情让他们李氏吐口血的，一直也没有觉得这次就能重伤他们，但是你们这么积极的对李氏动手，有可能会重伤他们呢。妻主看事情总是那么通透，我们趁着你不舒服不多做些什么就太亏了。放心妻主，我们有分寸。李氏这次是打碎了牙也要往肚子里咽。看来你们昨晚已经商量好如何做了。为妻主分忧也是我们郎君应该做的。苏月瑶的马车刚到凤都城门口，礼部的官员和福安就迎了上来。苏太傅，请您下马车接旨。马车里的苏月瑶听到福安的声音，深吸一口气，由杨千寻和大皇子扶着下来，脸色苍白的颤颤巍巍的下了马车。福安和礼部的官员看到苏月瑶这样子，顿时吓了一跳。虽说今日已经有传言了，苏月瑶是受了惊吓，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苏太傅如今是大功臣，陛下口谕您直接站着接旨就好。多谢陛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苏月瑶治理水患有功，又生下双生胎，实乃吉兆，特赐仪仗銮驾进宫，钦此。福安内官，我如今身子不适，可否等我好一些了再进宫去？苏太傅，这陛下亲自下的旨意，您可不能抗旨啊。我知道了，那我这就去。苏月瑶说完就抬脚想要往前面的仪仗銮驾走，但是没有走几步，人直接晕了过去。阿瑶，妻主，妻主这是身子受惊过度，又生产后不足1月，气血逆流，已然是承受不住，晕了过去。赶紧恢复，我要施针治疗。殿下这旨意，本皇子一会儿亲自去找母皇。马车离开后，留下福安和礼部的官员面面相觑。他们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陛下赐了仪仗銮驾，抗旨不做的。连一旁等着看苏月瑶的众人都被这样的情况吓了一跳。很多人都在议论李氏庄子的管事到底干了什么，让苏女君如此害怕。大皇子把苏月瑶送到主院后，就带着崔阳去了宫里。此时的皇宫御书房，凤琪确实站在底下等候女皇说话。朕是想让你拜苏月瑶为太傅，想她将来有着师徒名分，将来那些世家如果动手，她能出手帮你，甚至她压制住那些世家，好好扶持你，不是让你事事都听她话的。母皇，儿臣觉得苏月瑶担得起太女太傅一职，她教儿臣的知识书籍都是以前太傅没有教过的，她处理事情的手段儿臣也很喜欢。妻儿，你可知说这话的含量？太女太傅你认准了，以后她将是文官之首。母皇想要把世家大族权势瓦解了，
想要不再受制他们，师父他一定能做到。而我也想给这天下女子真正的公平，包括佃农出身的女子。女皇静静地看着下面站着的女儿，有一瞬间的愣神。她还是第一次见她的眼中带着希冀，带着绝不回头的坚定。你认准了他，就把暗处的隐卫打发了，不让他们给朕传递消息。算是吧，师父当时不想收我，我只能如此。而且我观察他无心朝政，只想过悠闲的生活，所以母妃疑心可以小一些。哼，他还想过悠闲的生活？自古以来都是能者多劳，他既然有能力，就应该为朝廷多付出。母皇每日饮食就起，上朝处理政务，晚上母皇更是为了子嗣宠幸男子。这些人今年还让朕再纳后宫。其二，等你及笄之后，你也要上朝接触朝政，朝堂上有人支持你，帮你处理政务，你会轻松很多。母皇，你的意思是让我好好笼络师父，将来让他多替我处理一些政务。但是母皇，师父的性子要是知道您这个打算，他应该会顶着抗旨，也要和我解除师徒关系的。李氏庄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母皇直接召见普巡查吧，他全程都有记录，南卫使也在，那些管事护卫也由隐卫押解进了凤羽卫。福安，去传旨让普安和南卫使入宫。诺。母皇，这次李氏送上来的把柄，您可得好好利用一番。如今我师父被惊吓得如此，还有庄子管事上来就打着李丞相的名号，还想霸占我和师父。李氏是君后一族，你如今记在他名下，你要是支持处理此事，事后你如何面对君后？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呗。普巡查那儿有那些管事护卫的证词，他们受罚是应该的，监管不严使女子受辱，这牵连的罪责是他们该受的。女皇刚想说什么，福安就进来通报：陛下，大皇子和副统领大人要见您。哼，要见朕，这是来给苏月瑶撑腰的。特别是涛儿，遇到苏月瑶的事情就毫无可说之言。母皇知道儿臣为何而来，那您还不下旨处罚李氏？一国丞相如何能轻易被罚？朕还没有收到这确切证据。那我妻主就应该白白的被一个奴仆管事给侮辱了。这时南风和普巡查也进了御书房。叩见陛下。平身。谢陛下。陛下，这是臣在李氏庄子的所见所闻，均有人证画押。陛下，臣核查过了，李氏庄子的管事、副管事常年打着李丞相和君后的名声，不只是欺压庄子里的佃农，就连附近县城的百姓也都不放过，手上更是沾染了人命。女皇静静地看着普巡查递上来的册子，看了起来，越看越心惊，越看越愤怒。这庄子确实是丞相的产业。回陛下，是丞相府早年间的老产业了，准确无误。好，很好。传朕旨意，李丞相管教下人不严，欺辱女子，罚俸半年，禁足府邸3月。管事欺辱苏太傅之事，赔偿自行协商。奴这就传旨。益阳，你带一队禁军押着管事和护卫，亲自去趟李府，那些人直接杖毙在李府门前。臣遵旨。佃农女子地位低，但是如今女子稀少，私自胁迫欺辱他们，一经发现，主家受累绝不姑息。谨遵陛下旨意。普巡查，此次你治理水患有功，你想要什么赏赐？陛下，臣担不起这功劳，臣只是在施工地监督工期而已，传承是苏太傅所想所改的。都有赏。南林府的水患延续了上百年，如今彻底解决，朕心里甚是欢喜。让朕想想赏赐你们什么。普巡查，你先退下吧。臣遵旨。这李氏的事情算是解决完了。涛儿还不告诉朕，你妻主到底生的是一男一女还是双女？是双女。大皇子看陛下处置还算可以，直接说道：如今已经到了凤都，就没有任何要瞒的意思了，母皇也迟早会知道。什么双女？朕要马上见到孩子。母皇，我妻主还在病中呢，来不了。
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们的伎俩，苏月瑶会那么容易被吓着。你们今日这一出，不就是为了拉李氏下来？我妻主就是病了，母皇想见，必须再等几天。朕要见一面，之后昭告天下。双女胎这可是大大的吉兆，更能稳定人心。那也要晚几天，等我妻主病好了。而且她如今要养身子，早朝应该上不了。好，苏太傅刚刚生产完，理应等孩子满月后再入朝，这样可以了吧？母皇，修缮我宫殿的银子，妻主知道他要出的时候，心疼的都要死了。您看，从你的嫁妆里扣。母皇，等我回去以后问问妻主，看他什么时候想带孩子进宫。女皇看着大皇子满脸得意的神情，咬了牙对着他说道：你无事早点回去侍奉你妻主去吧。那儿臣告退了。大皇子笑容满满的离开了皇宫，回了府上。而此时的李府门前就不这么好了，管事和护卫直接被禁军活活打死在李府的门前，府前的石板路都是血水，百姓大气不敢喘一下。福安又宣读陛下的处罚，李丞相脸色阴沉，今日他的脸算是在凤都丢光了，一时怒急攻心，直接吐出了一口血，晕了过去。李府忙成了一团，又要处理门口那些尸体。李府众人也没有想到陛下会看到证据直接处理，如此不给李家脸面。他们甚至还要亲自登门给苏月瑶道歉赔偿。此时的李氏一族并不知道，接下几日才是更惨的。凤羽卫直接贴出来李氏庄子管事如何欺压侮辱佃户女子，普巡查更是把记录的证人证词也贴了出来。顿时整个凤都对李氏一族议论纷纷，很多嫁不出去的男子看到他们如此欺辱女子，更是群起激动的。连文人馆的李氏一族的夫子也都受到了影响，所有学生全部抵制他们的教学。桓夫子直接让他们先回家暂停教学，之后不知道是谁传出了消息，说苏月瑶在南里府生下了2位小女君，是这100年间唯一一对双女君。顿时所有凤都的权贵世家百姓们都疯了一样的涌到了苏府门前。这时凤都的商铺裴氏直接在每个庄子面前贴上了以后不再和李氏一族生意合作，之后是桓家、崔家、荀家、大皇子店铺都和李氏铺子断了生意。陆氏药堂也贴出了告示，陆氏药材不会再卖给李氏一族。由于李丞相怒急攻心昏迷了一天，众人都没有第一时间处理这些事情。等他们反应过来时，生意一下就变得惨淡，更有人在凤都街头贴出来哪些是李氏的铺子，百姓们纷纷抵制。李丞相是文官之首，把握着朝堂，自己的嫡子又是君后，从未出现有人敢如此对他们。之后李丞相吩咐人对付裴氏的店铺，户部侍郎直接以裴氏店铺税收问题封了裴氏最大的茶庄茶馆。只是这边户部侍郎刚出手，就被刑部的官员以贪污枉法押走。裴氏直接把茶庄和茶馆的账册上交户部，中间交的税款一目了然，并没有一丝的错处。裴氏茶庄茶馆当天就解封了。这舆论持续了4、5天，李丞相更是又动用其他的人，但都以失败告终。他所派的官员更是以各种问题，不是被刑部带走，就是大理寺少卿带走。李丞相一脉的官员在朝堂上也被御史参奏。苏月瑶知道后，再次刷新了对他夫君们的认知。这几日他们都是忙进忙出的，他们的战力真的是好强呢。真的没有想到郎君们会这么给力，生意损失，铺子惨淡，陈格还在背后低价的买入。朝堂上李丞相直接损失了近10位官员。最关键的是李氏的名声这次算是毁了，以后还会影响族中男女嫁娶。听说李丞相直接又给气病了，好的滋补药材，凤都最好的陆氏药堂并不卖给他们，导致李丞相的病情又严重了些。苏月瑶心想，这人要是直接病死了，李氏一族算是彻底的瓦解，但是想想不太可能，毕竟祸害1000年嘛，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的。芊芊，没想到你们这么给力啊。还好吧，今日阿瑶进宫后，李氏应该还要再吐出来些。确实是，真没有想到李氏他们在这风口还派人去灭庄子里的人口。
李丞相开始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应该不知道星辰背后掌控那么多官员的秘辛，所以从百姓舆论上还有生意上，他都觉得我们不敢如此，所以他们才吃了这么大的亏。那李氏如今和我们算是彻底闹翻了？也不算是闹翻，阿瑶受辱更是伤了身子，直接晕倒了。我们身为郎君，只是为你出了一口气，生意上都是小打小闹，朝堂上的弹劾他们的可是御史，和我们无关，所以我们从头都没有闹翻之说。芊芊，你们的心思真是绝。星辰把那些官员的违法证据给了朝堂公正的御史，不管李丞相怎么查，也和我没有关系。他们都能确定御史不会因为李丞相而妥协，而且这御史还不是陛下的人，妥妥的中立派，他们安排的一丝不漏。芊芊，这次进宫你全程跟着我，我觉得君后会出手对付你。本来他打算自己进宫的，但是福安派人来接的时候，陛下也想见见孩子的父亲，所以杨千寻必须跟着。星辰这2日出门了，也没有法跟着。易阳今日在宫里巡逻暗卫中派人护着我了，今日如今这样的局势，李氏还没有给阿瑶道歉，君后不会贸然出手的。听易阳说，君后这2日没少去御书房求陛下，但是陛下这次一直看着舆论没有出手，连陛下派系的官员也是如此。我看陛下就是等我们斗得两败俱伤了，他好得利。陛下疑心重，我们要小心一些就是了。如今阿瑶已经有了2个小女君，陛下还是要靠这些吉兆稳定女子有孕艰难的问题。阿瑶这次行动，韦家、公羊家2家背后帮了很多忙。南卫使在户部查封裴氏茶庄的时候，第一时间派人通知我们，背后也出力。还有福巡查也特意在朝堂上参了李丞相。哦，那回头派人准备一份回礼给他们送过去吧。他们也许不想回礼呢。除了他们，也有一些世家背后帮了忙，动了手，不然效果不会这么好。苏月瑶装作没有听见，不想回答，一个个的不死心，想进他的后院，他心累呀。等苏月瑶和杨千寻到了御书房，还没有行礼。免礼，别摔了孩子。谢陛下。女皇看了看苏月瑶怀里的孩子，又看了看杨千寻怀里抱着的孩子。这双生胎应该长得很像才对。陛下，臣这2个孩子不同父，是2个父亲。什么？你怎么确定的？双生胎已经很难得了，还能不同父？这苏月瑶到底干了什么，有这种天大的运气？臣在有孕的时候，府中主君和侧君都出现了症状。臣生下孩子后，他们也能准确地分辨出哪个是他们的孩子。星辰的身份在回凤都的第2日，苏月瑶就派人去户部改了星辰为侧君，只是成婚礼大概要晚些时候办了。臣有孕时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没有告知陛下，望陛下恕罪。苏月瑶，你真是给朕大大的惊喜啊！不同父，凤鸾国多少年间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特例，真是吉兆，大大的吉兆啊！你那位侧君为何没有进宫来？是哪位侧君？回陛下，这位侧君是我之前的侍君，这次生孩子我已经把他改为了侧君。他前2日出门做生意去了，所以并不在凤都。原来如此，哪位是长女？陛下，我怀里的是主君的孩子，为长，乳名为绵绵；储君怀里的乳名为暖暖。朕抱抱。没想到你未满18，嫡长女都有了，这凤都没有人能比过你了。陛下，臣只是运气好些。你这运气让天下多少人嫉妒？皇室已经连着3代都是只有1个女子，你这上来就生下2个女君。苏月瑶有些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总觉得此事说什么都有些凡尔赛了。你这2个女君，一看将来长大就是美人胚子。暖暖的父亲应当也是绝色的容貌吧？陛下说的是，他父亲确实长得出众。朕今日会下旨昭告天下，你的府门大概是出不了了，要不你在宫里住几日？朕确实也喜欢这2个孩子。陛下，臣一个外女住在宫里不合适，而且孩子还太小，容易生病。等孩子满月大一些了，臣再带着他们来见陛下。这里是2枚玉佩，是朕给这2个孩子的见面礼。臣替绵绵和暖暖谢过陛下。苏太傅这次在李氏庄子受了委屈，是否觉得朕对李丞相的处罚过轻了？你可怨朕？毕竟只禁足和罚俸，不轻了。陛下让禁军把庄子管事的和护卫打死在李府的门前，对于李丞相这样高位官员，已经伤了他们的脸面。
李氏在朝堂上盘根错节，有很多门生。如果这次朕出手，丞相第一步就是处理政务上懈怠。看见朕桌子上的奏折了吗？陛下就不想办法解决吗？你以为朕不想？朝堂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文官都在他的手上，朕的派系更是被他们打压着。中立派系只会明哲保身。苏月瑶，你如今已经是太女太傅了，也该上朝了。陛下，臣上朝也没有什么用的，我更没有什么派系。朕没有想让你直接和李氏对上，而是想要你针对不同的政务给出处理办法，替朕分忧。陛下，臣的能力有限，臣希儿都跟朕说了，你教他的道理、处理事情的方法，还有文学书籍，都比他之前学得好。他说你担得起他的太傅一职。没想到回到凤都的第一个给他挖坑的竟然是他的徒弟。陛下，臣会赐你免死金牌，希儿以后上位，朝堂文官之首就是你的。免死金牌他想要，朝堂文官之首他不想要，那么累的活有啥可要的？陛下，臣还有一事要说。之前离开李氏庄子，当时看到受辱的女子实在是不忍心，就安排了人暗中保护他们，想等他们伤好后就把人撤回来。但是李丞相竟派人去庄子上准备把人灭口，要不是我暗中安排了人，那些佃农都已经死了。那几名佃农女子可有事儿？他们获救及时，并没有受到伤害。那些灭口的人确定是李氏的人吗？有活口吗？有活口的，他们也招认了是李府的人让他们来灭口，但是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李氏的人。苏月瑶，你可知庄子里的佃农都是归主家所有，主家有打杀的权利，而且这些如果不能确定是李丞相下的令，就动不了他。陛下，我知道如今动不了丞相，但是我想要的是他们吐血，而且上次您说让李氏给我赔偿，他们还没有给我送来呢。朕会传旨让李氏登门赔礼，这次的事情朕会把这证词让李丞相看过后再做决定。本来也是要陛下做主的。这时福安进来通报，陛下，君后派人过来说想看一眼苏女君的孩子。不行，我的孩子不见君后。告诉君后，孩子太小，已经睡着了，就不过去见他了。陛下，君后说了，孩子如果见不到，他想见见苏主君。我的主君也不去见他。阿瑶，我身为男子入宫进宫是要拜见君后的，这是规矩。去告诉君后，苏太傅和他的主君要出宫了，就不拜见他了。诺，奴这就去。多谢陛下。苏月瑶，朕护着你和你郎君，就是因为齐儿，他相信你。朕之前是存着利用你的成分在，但是朕如今更想你以后好好辅佐齐儿。你回去好好想想，想清楚了，朕在朝堂上等着你。你和你主君、孩子们出宫去吧。臣告退。苏月瑶和杨千玄抱着孩子直接出了御书房。阿瑶，我们先离开宫中再说。好。苏月瑶也知道皇宫不安全，在两人即将出了御书房时，君后领着一群内官挡着两人的路。见过君后。苏太傅是看不上本宫，觉得本宫没有资格看你的孩子吗？君后说笑了，今日进宫，孩子已经睡着，臣只是听从陛下的吩咐，直接出宫而已。苏主君身为男子，入宫理应拜见本宫才对，为何不来见啊？那是因为，回君后的话，今日妻主带着2个孩子，臣是要照顾孩子，所以不能离开妻主身旁，没有给君主请安是臣氏的错。君后，陛下让苏太傅和苏主君离宫了。本宫就是有几句话想单独和苏太傅说说，不知道苏太傅是否愿意呀？苏月瑶本想拒绝，但是这君后明显来者不善，他不敢如何他，但是芊怕是不好说。这李家的人真是让人烦。福安内官，孩子就麻烦你先抱着，我和君后说说就来。奴会照顾好小女君。苏月瑶和君后两人进了一处亭子中去。苏太傅是彻底和李家翻脸，想对李家出手了。君后说的是什么？我对谁动手了？李氏庄子出了问题，那是有证据证人的。
我为何要对李氏出手呢？如今这局面也是郎君们心疼于我，才不愿意与李氏合作而已。苏太傅不必装傻，可以直说想要什么。我们李氏家族根基深厚，现在只不过是短时间让你们占了上风而已。要是我们倾尽全族之力，你们也讨不到好。君浩，陛下已经下旨让李氏登门道歉赔偿，如今我连人都没有见到，何谈你们李氏的诚意呢？而且我留在庄子护着那些佃农的人手，传信过来说李氏派人要杀人灭口，证据证词已经到了陛下手里。君后听到两眼一黑，是哪个蠢货干的？想要灭口，非要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做吗？他们李氏什么时候出现这种蠢货了？李氏会登门道歉赔偿，将那处庄子和佃农全部都给苏女君。苏女君还要什么，可以明说。李氏的赔偿本身就是你们管教下人不严导致的，我可不想要什么。君浩，你让我说赔偿问题，是让我勒索你们？违法犯罪的事情我可不敢。君后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感觉此时他都有想要杀了他的心思。君浩，我该出宫了，我单独见您本身就不合规矩。这一次君后没有再阻拦，让苏月瑶直接离开了。之后苏月瑶和杨千寻两人出了宫，直接回到了府上。没想到李丞相会亲自过来，还来得这么快。看他的脸色有些发青，眼睑发黑的，想来是很生气的吧。苏太傅，这次让您受到无妄之灾，都是本官监管不力导致。陛下已经进了本官的族，所以本官也一直未曾前来。今日陛下传旨，让本官来和苏女君谈赔偿之事，这是本官给苏女君的赔偿，苏女君可以看看。赔偿了白银5万两，凤都城中店铺1间，加上那处庄子。李丞相和君后都猜出来了，苏月瑶既然留了人护着那些人，想来是看上那处庄子。如今那处庄子已经无用，给他便是。苏月瑶看着这赔偿，预期已经达到，但是他并没有吭声。大概又过了1炷香的时间，可以在这赔偿上的银两再加5万两，成都的铺子1间，这是李氏能给的最高的赔偿了。可以，那就按照李丞相说的吧。这次是他轻敌，才导致李氏节节败退。如今李氏一族风评不好，需要避其锋芒。等缓过来时，走着瞧。翌日天还未亮，月瑶，醒醒，要去早朝了。此时的苏月瑶还在熟睡中，听到耳边嗡嗡的声音，直接裹着被子转了过去。崔阳有些尴尬地看着苏月瑶，宠溺地笑了笑。月瑶该起了，再不起就要晚了。终于苏月瑶睁开了眼睛，透过窗户看到外面黑漆漆的夜色。哎呀，要疯了，这才刚3点吧，要是以后天天如此，杀了他吧。哎呀，好困啊！这上朝真的是好不适合我呀，我不想去了。今日陛下会在早朝昭告天下你诞下双女君，也会给你赏赐。等今日上朝之后，月瑶不想去，我们再想办法吧。苏月瑶到了早朝的宫殿里，发现里面已经有了官员。苏太傅，身子无碍了吗？已经无事了，不巡查。这几日他心里一直有些担忧，但是又觉得去拜访不妥，就一直没有去。今日看到他来上朝，忍不住就上前打了招呼。苏太傅不用紧张，如今你已经是正一品太傅，大家按理来说都要对你行礼的。我没有紧张，我就是觉得他们打量我的眼神让我有些不自在。苏太傅要适应才好，你可是凤鸾国难得的一位太女太傅，但是这几日一直有人参奏你年纪小，不适合担任，苏太傅可要小心一些。他们有能力让陛下把我这职位撤了？苏太傅你放心，下官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你这边的。不必，我觉得我确实年纪小，有些难以胜。苏太傅不要妄自菲薄，下官看了你之前写的书籍、画作，还有处理南陵水患时你的能力，绝对担得起太傅一职。别，我当不起啊！不巡查，
一会儿你可别帮我。陛下驾到。那下官先回去了。你别。参见陛下。参见陛下。所有人都跪下来行礼，苏月瑶也跪了下来。平身。谢陛下。能上朝一日就有第二日，想来以后有苏月瑶陪着上朝会更有意思吧。朕今日有要事宣布，天佑凤鸾国，太女太傅苏月瑶已顺利产下一对双生胎女眷，这是上天赐予的福祉和希望。朝堂上的大臣有一瞬间的愣住，之后纷纷说道：哎呦，真是吉兆啊，好消息啊。他就生了2个孩子，不至于如此吧。这些大臣也知道，这个消息对于整个凤鸾国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儿，意味着以后女子有孕也有机会产下双生女，这样将来国家人口就会好很多。陛下呀，这苏太傅能产下双女君，这可否请苏女君回忆一下孕前吃了什么，做了什么，给天下的女子提供一些经验啊。苏太傅，你觉得呢？臣回头会写上一份送到凤羽卫，张贴出来。苏太傅大意。太傅苏月瑶此次去南陵府治理水患有功，又诞下2位小女君，朕甚是欢喜，特赐苏月瑶免死金牌1枚，监察百官之权，黄金1000两，锦缎100匹，珍珠首饰2箱。臣谢陛下。陛下，苏女君如今年纪尚小，而且又刚生产，太女太傅职位会不会担任不了啊？还有啊，陛下，监察百官之权是不是给的太大了？请陛下收回成命。臣附议。臣附议。臣附议。陛下，臣觉得苏太傅担得起太傅一职。臣此次和苏太傅一起去的南陵府，太傅在考察地形之后，就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彻底解决困扰了南陵府的水患问题。而且啊，臣回凤都这几日看了很多太傅出的书籍，幼儿启蒙的书籍更是一绝，还有《论语》《劝学》的文章。苏月瑶听到普巡查的话，顿时扭头看向他，对他摇了摇头，眼神带着你可别说了。但是普巡查以为苏月瑶是害怕连累他，不让他说的。之后他又继续道：陛下，这些文学书籍都是传世之作，没有比苏太傅更适合当太女太傅的了。臣附议。普巡查说的没错。苏月瑶感觉天都塌了。这时突然一位中年男子站了出来说道：苏女君如今生下双生女，就应该好好在后院待着，为凤鸾国再添子嗣。臣有一儿子，才学兼备。这位大臣，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在后院待着，之后娶了你的儿子，给你儿子生孩子？要是生了女子，就抱回你的府上养了？你脸怎么这么大呢？你这是歧视我是一个女子了，上不得台面，只配在后院生孩子？凤羽卫呢？我就要告发有人歧视侮辱我，甚至还要骗婚。出列的大臣顿时脸色发青，朝堂上的大臣也没有想到苏月瑶敢直接开怼。这大臣可是御史中丞，有些老古板，而且他是李丞相派系的。苏女君，我只是实话实说嘛。如今女子当以繁育子嗣为主，凤鸾国女子出生率一直在降低呀。而且你年龄尚小，不能因为你写了几篇文章立了功，就直接一跃到我们这些年长的官员之上嘛。你这话说的，女子要是以子嗣为主，你咋不去和你的妻主天天在家躺着，天天生孩子呢？毕竟没有你们男子，我们女子可生不出来孩子呀。还有，女子出生率低，说的可不是我，我可是生了2个女儿的。你有辱斯文啊！我怎么了？还有辱斯文？我说的不对？我年纪是小怎么了？我写的文章可是传世之作，请问你写了几篇像我这样的文章？御史中丞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你年纪大我理解，你不好好学习，我超越了你，你还在心里不平衡了。你这样的素质，我都不想和你一起站在这朝堂上，我嫌丢人。特别是你一个男子，还敢说我？你要是比我出色了，我还能听听。
你都没有我能耐，还这么上来就找存在感，我都替你那张老脸臊得慌，丢你们男子的气节。他都不想入朝的，还敢上来攻击他。你，哎，苏女君。此时又出来一位官员，你们两个是一伙的，还苏女君苏女君的叫。陛下已经下旨封了我为太女太傅，我如今是太女的师傅，他见了我还得恭敬的行一礼呢。你们两个不想承认，就让陛下收了我这职位。没能力了就别给我吵吵，见了我请尊称太傅大人，顺便行礼，懂了吗？礼部尚书、吏部尚书，两位大人不好好的查查他们的行为，官员连最基本的礼节都不懂，还有他们每年的考核怎么过的？太傅大人说的是，礼部回去就好好培训官员的礼仪问题。别，尚书大人，我只说他们两人，没有说其他人。其他大臣不人身攻击我，我觉得他们都挺好的，您可别给我拉仇恨。袁尚书顿时不知道说什么了。苏月瑶的意思，他们要是人身攻击他了，他就觉得他们不好，根本不是礼节的问题。太傅大人，吏部会彻查他们两人的历年考核。吏部尚书大人如此甚好。苏月瑶说完，顿时朝堂没有人再说话了。这些大臣他们心里怎么觉得这苏月瑶像是受了刺激，此时他是逮谁咬谁呢？他们还是不要上赶着找刺激了，而且他的嘴是真的溜，反应还快。他们又不能像女子一样和他对说，怼不过，根本怼不过。女皇看着下面官员满脸憋着不说话的神情，心里乐开了花。不愧是苏月瑶，苏月瑶的才学才情都是朕考核过的，她当得起太女太傅一职。朕再听到有人诋毁苏太傅的言行，定当不饶。谨遵陛下旨意。陛下不是，怎么就确定了呀？各位大臣还有要奏的吗？他真的不想上朝吗？烦死了！都怪刚刚那两个人，不人身攻击他，还能忍一忍。他这次一怼，还把职位给确定下来，一起毁灭吧。陛下，今年各府衙的粮食比往年收成整体少了1成啊！有很多府衙都在上奏，今年的上交粮食可否少1成？但是农仓的粮食并不多啊。秋收的产量竟然比往年还低。是的，陛下，各地的富商也在囤粮，这粮价更是一直在上涨。各位爱卿有何解决办法？苏太傅可有解决办法？上交的税粮要减少吗？陛下，缺粮都是百姓，朝堂的官员应该都有存粮吧？还有一部分在粮商手里，佃农种植的粮食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不够，其他百姓又要花高价去买，所以陛下上交的税粮减少1成影响不大。那你可有想法了？陛下可以举行一场募捐，筹集粮食再出现在市面，这样粮食的价格就稳定下来了。募捐？女皇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就是捐粮，陛下可以借，可以掏钱买，也可以让他们送。这有何区别？借粮的话，陛下下年等粮食收上来要归还；掏钱买就是花钱去收购粮食，运到粮食最为短缺的州府。最后一个是送，陛下可以对那些捐粮食的富商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来换。苏太傅，陛下是一国之君，怎可为了一点粮食就要与那些商户做交易？你不想陛下降低身份，那你把这少的1成粮食补出来呀。陛下可以按照往年正常收，如果不够，就从那些佃农手里扣除出来。这位大人，你是想要逼死这些佃农呢？要不他们都死了，你来年却把地给种了。苏太傅这么为佃农着想，是为了什么？不为什么，单纯的可怜他们不行吗？苏太傅，朕把这筹集粮食的事情交于你，你全权处理。陛下，臣就是出个主意，臣生产还未1月，身子还有些虚呢，还要再休养些时日。女皇还有朝堂的大臣一言难尽地看着苏月瑶，她身子虚，她今日第一次上朝已经怼了几个大臣了，那说话的语速气势一丝都没有虚的症状呢。苏太傅，陛下，臣觉得普巡查很适合此次筹集粮食的事情，他刚正不阿，为人磊落，又不会贪赃枉法，是最适合的人选。普巡查还默默地听着，突然飞来了一口大锅。苏太傅对他评价这么高，
但是这筹集粮食他不擅长啊，他都不知道粮商都有哪些。陛下，臣普巡查，既然苏太傅如此看重你，已和苏太傅一起筹集此次粮食之事。臣遵陛下旨意，但是陛下把此事交给臣，臣既然负责了，您就要给我权限。此次募捐粮食之事，你全权负责，如需帮助，朝臣都配合于你。如此甚好，多谢陛下。无事退朝。恭送陛下。苏太傅，我在凤都没什么权利，你让我和你一起筹集粮食不合适。不适合也没有办法呀，到时候我给你说怎么办，你照做就是了。太傅大人，您不是说回凤都要选侍君吗？臣家中啊有适龄的公子，很适合苏太傅。还有臣的公子，样貌一绝，也很合适。苏太傅考虑下。苏太傅，下官家中有良田千顷，今年的粮食可以作为我儿的聘礼。苏太傅，我们也有啊。各位大臣，我刚刚被人刁难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话呢？你还有你，不是还不想我做太傅吗？如今上赶着送人，不丢人呐。我要选的男子，即使是弑君，也是心地善良、一心对我的。你们这样子，我看不上，还让我娶你们的儿子，可能吗？让开，别当我薛凤羽卫，不然我把你们都给告了，骚扰女子罪名。各位想体验体验？双女啊，他们也想要。不行，他们要想想如何缓和和苏月瑶的关系。普巡查，今日我在朝堂上怼的那个人，你知道是谁不？哦，是御史中丞冲大人。好，走去凤羽卫，我要告发他言语欺辱，看不上女子，诋毁我。苏太傅，你真的要告啊？他可是李丞相派系的人，他这为人比较古板，听说在家里不得妻主喜欢，心思深沉，典型的一个小人啊。没想到普巡查对官员还如此的了解，连他不得妻主喜欢都知道。那个我只是偶然知道的。哎呀，苏太傅，你要在朝堂上把他给告了，得罪了这样一个小人，以后再上朝的话，他怕是要针对死你了。当然要告，先不说他是不是小人，这人知道我生育两女还如此说，就是心里瞧不起女子，攻击我其他可以，但是以女子的身份攻击我一定要告。而且我觉得吧，朝堂上女子入朝少的原因，一方面是女子不想，另一方面就是你们男子看不上我们女子。今日我虽然当着朝臣的面怼了他，但是我想朝中大部分的官员都是这么想的，他们都觉得我应该在后院专心的给男子生孩子。女子最大的贡献就是生育，我不想入朝堂，但我更不想在后院里不停的生孩子。我去了凤羽卫，这才能让朝堂的官员看到我的决心，下次就不敢有人如此明目张胆的说这话了。哼！普巡查也觉得他说的对的。不是，我没有，我要是有这想法，就不会为苏太傅说话了。你替我说话，我谢谢你啊。他做错什么了？不对，刚刚苏月瑶说他不想入朝，是他不想当太傅？普巡查很在意别人怎么说吗？名声都是虚名，人活一辈子，要先学会取悦自己，让自己开心才是。我觉得普巡查如今很好，是个为民的好官。你对得起自己就好，其他不重要。普安听到苏月瑶的话，心里一颤。从来没有人说出这样的话来，要先取悦自己吗？让自己开心才是。如果早一些有人告诉他这些话就好了。普巡查，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就随意听听。苏太傅说的很有道理，下官受用了。他其实很看好普安的，能做到如今的程度，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苏太傅真的打算选弑君，就从那些大臣家中选？选啊，怎么不选？但是我可没有说他们家的公子能不能选上，不是吗？正要出门的南风看到，眉毛紧皱，这两人单独坐了一辆马车来。南卫使，我要告发。太傅大人，里面请，我们去前厅说说您要告发什么。普巡查，你跟上，你可是我的证人。是，苏太傅。三人到了会客厅，我告发御史中丞冲大人歧视侮辱我，对我进行了人身攻击，看不起女子。普巡查，你来说。之后普安把朝堂上冲大人说的话一字不错地说了出来。
苏月瑶看脸普安，没想到他还能耳闻则通，听了一遍就全部记下来了。苏太傅，这算是你和冲大人两人在朝堂的意见不合吧？不算，他让我待在后院生孩子，说我不配在朝堂上，一是辱没了陛下的旨意，二是语气中带着歧视的意味。苏太傅，这事发生在朝堂，即使您告了，这位冲大人最多只会被关在凤羽卫10日。那就关他10日，让他这10日背诵难得，好好长长记性。苏太傅，您今日第一次上朝，直接把一个忠诚大人告到凤羽卫，以后您再上朝，其他大臣怕对你有意见了，要不您考虑赔偿？他们有意见我也不怕，他们要是有本事让陛下把他的太傅职位收了呀，他说不定还要谢谢他们呢。我不要赔偿，我就要他被凤羽卫大张旗鼓的抓进来。你们去抓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张旗鼓的说明缘由，歧视女子，侮辱看不起女子。苏太傅这样，人你可要得罪死了。得罪死就得罪死呗，我身为女子，他还能和我动手不成？而且我要是这次不管，朝堂上大部分的官员也都这么想，我苏月瑶在太傅位置上1天，我就不能容忍任何人踩着我女子的身份看不起我。别的可以，但是以女子身份来攻击我，我不耻也恶心。再说这人还是李丞相一脉的，他更要把人给压下去了。南卫使从头这么替这位御史中丞说话，想法和他一样。下官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太傅大人不要轻易得罪人，不然以后上朝他们会联合挤兑你。哼，挤兑我？让他们放马过来，我正愁着呢，我还挤兑他们呢。既然苏太傅亲自来举报，又有证人，下官这就吩咐人去抓人。好，记得大张旗鼓些，抓他的时候一定要说出来他被抓的原因。我倒要看看，他这么歧视女子，以后他家族其他人如何容忍他。南卫使，我的事情说完了，我就先回去了。苏月瑶刚想离开，门口出现一个凤羽卫，对着南风禀告道：卫使大人，外面围了一群百姓，听说苏太傅产下双女，他们都想目睹一下苏太傅，还有一些想亲自把帖子交给苏太傅的。我去，还有人呢？你这有后门吗？苏太傅，后门也围了一圈的人，如今卫所已经被百姓和世家送帖子的给包围了。这是要完呢，都不等他回到府上再被堵吗？而苏月瑶没有想到的是，他府上前后左右比这里堵得还要严实，而且门房此时几乎被画像帖子全部包围了。刚刚去抓御史中丞的凤羽卫走了吗？还没有。我扮成凤羽卫的人跟着你们出去。南风听到，上下扫了一眼苏月瑶，你这什么眼神啊？苏太傅，先不说您的身高问题，关键是凤羽卫没有这么小的衣服，您这样子出去，第一反应就被人发现了。好吧，他忘记了他身高问题。这里的男子普遍都在1.8米以上，个子矮小的也都在1.75米左右，和他这个身高勉强才1.65米的人比，他确实比不过。那算了，我直接叫我的暗卫把我送回去吧。那凤羽卫门前的人呢？南卫使在凤都这么有名，自己解决吧。记得把那个冲大人给抓到凤羽卫，关他个10天，多多关照下哈。苏太傅如此使唤下官，不给些好处吗？哇，普巡查听到没？南卫使让我公然行贿于他。普巡查有点不想理他，他如今还被堵在这里，他还有好多的公务没有处理呢。而且他总感觉南风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对，两人这是在行贿，不是斗嘴吗？而且不知道外面围着的人会不会伤着他的马车，这辆马车可是他1个月的俸禄。苏太傅还是想着如何出去吧，在这儿堵你的人都那么多，你的府邸说不定堵的人更多呢。哎，他们是堵你，要不下官先离开？普巡查，你别忘了下面粮食的问题，你还要配合我，你就这么走了？他要是走了，岂不是他自己一人面对南风？他才不要呢。南风可是之前一直想要合作进入他后院的人，他比普巡查危险多了。那苏太傅有何吩咐？我还没有想到要吩咐你什么呢，你就坐在这里等吧。普巡查听到心口一噎，合着他就单纯的陪他坐着等呗。我还是让我的暗卫直接把我带走吧。你的暗卫可以带你回去，就是不知道那些世家会不会出动暗卫在空中守着了。要是堵在哪家的房顶上，想来那画面也挺不错的，最起码可以看看风景。要不要这么疯狂啊？
能不疯吗？送你一个公子，他们家族就有可能有后了。家族最在乎的就是子嗣啊。他们就能确定我下胎是女子，我都不确定我下面还能不能生呢。有1分的概率，他们也要赌赌看，也就一个男子而已。南卫使说的对啊，如今这世上男子多，特别是找不到妻主的男子，朝廷又鼓励妻子多夫，看来啊，苏太傅是躲不了要娶郎君的呢。傅巡查，我怎么感觉你说这话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呢？朝廷法规的要求我可是都达到了，就不能有人要求我强娶，我现在是手里握着主动权的。他们要是喜欢就堵着我，那就堵着呗，我大不了不出门了，顺便朝也不用上了。想想啊，很舒坦。哈，苏太傅，你觉得咱们陛下会放过你？不放过我什么？让我上朝还是娶夫？要是逼我娶夫，我就抗旨。正好呢，我刚得到了一个免死金牌，不放过我上朝，那陛下就帮我把门口堵着的人给处理了。苏太傅，你来给下官和南卫使说说，您为何不想娶夫，还有不想上朝啊？我为何要告诉你们？想知道？不告诉你们，我不想和你们闲聊了。不行，我得回府去。凤羽卫不是有人手吗？我出银子让他们送我回府吧。保护苏太傅，凤羽卫该做的，不需要银子。下官刚刚已经去调人过来了，需要些时间，看样子人还没有到。原来如此，多谢南卫使了。苏太傅，如今您的情况，不管如何都要娶世君，不考虑我吗？不考虑，你心眼太多，选你还不如普巡查呢。之后剧烈的咳嗽，南风也没有想到苏月瑶会说出来这样的话。普巡查如今27、8了吧，大他都有10岁左右了吧，他看上年纪大的都不选他。那个普巡查呀，我说错了，我就是打个比方，我只是不想娶南风，才拿你做个例子的。不对，我不是说你不好，我只是说我。苏太傅，我就这么差吗？苏太傅，下官在你眼中比南卫使要强。南风，你心思深沉，当然没有普巡查磊落了。哼，他磊落，他一个视察御史，没有一丝本事，能从军营闯到凤都，又深受陛下看重，你觉得他没有手段可能吗？南卫使，你怎么人身攻击呢？我是实话实说。你这世界都疯了吧？什么跟什么嘛？天地良心，他可是一点都没有打他们的算盘，对普巡查更是没有一丝玷污的意思，最多欣赏他是个好官，仅此而已。而南风他真的有些抗拒，总感觉此人心思深沉，很危险，不想靠近而已。如今他入朝为官，这两人又是他熟悉的，所以他不想闹得太僵了。这怎么做才不互相伤害呢？苏太傅，你来说。我说什么？要说什么？大人，禁军崔副统领带了2队禁军在门口，已经控制住外面的百姓了。一阳来了，那简直太好了！快带我去大门口。普巡查、南卫使，我就先回去了。今日多谢2位了。回到府里的苏月瑶顿时松了一口气，终于回来了。阿瑶可曾受伤？没有。你们今日怎么都在家？主君昨日就担心今日的情况，让我们都在家。咱们府里不是安排了人手吗？他们应该不敢私自闯进来吧？那我们也要小心一些。浩轩、妍希，文人馆让你们休息了。我给父亲说了妻主生育双女的事情，说我们2个在入学，怕影响其他学子，我父亲就批了假。那咱们都在家歇着吧。阿瑶还不能歇着，选世君的事情要如何处理？画像册子已经堆了不少了，你不选，这外面的人不会散的，而且还要快。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人赶走，再往后就要有人参妻主一本啊。参，随便参。今日我上朝，那些官员个个的看我不顺眼，还以女子的身份说事儿。我已经把御史中丞姓冲那个告到了凤羽卫了。巡捕查说那人是李丞相派系的，他们的妻主第一天上朝就把人给告到凤羽卫了，前所未有啊！如今通过家族选中入朝为官的女子都没有妻主这么强悍。妻主你真棒，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人话里话外的都是贬低我是个女子，还让我待着后院里生孩子，他怎么不说女皇呢？这毛病我也不惯着他。妻主慎言，这儿又没有外人，我要是待在后院生孩子了，不用上朝其实也可以。饮食这个时辰我是真的起不来。
七主，你不想上朝是因为要早起？是啊，不然呢？我今日进宫的时候眼睛都不想睁开。能进宫入朝的官员那都是有能力的，在家族里也是荣誉的象征，在他们七主这里还没有睡个懒觉值得呢。凤都前10名排名的世家都有哪些啊？谁知道？七主，凤都的世家没有什么排名之说，只看传承久远或者凤都权势大小来区分。传承100年的世家有李氏，就是李丞相一族；益阳的世家崔氏，延禧的世家桓氏，韦氏、袁氏、荀氏、陈氏、崔氏、马氏、张氏等等。之前的谢氏、杨氏、萧氏、郑氏，如今已经走了下坡路，就不说了。岳阳，这些100年世家大多弟子在朝堂上担任的官员，相互联姻居多。最重要的是那些1000年的世家，他们都比较低调，朝堂上很多中立派系的官员都是他们的门生，还有其他州府的文吏都是他们举荐的。1000年的世家，这些你们知道多少？一些家族还是知道一点的，但是具体情况知道的不多，都是上代、上上代或者上上上代里的传奇人物。这些家族大部分不在凤都城里居住，要不在凤都的郊外，要不就是凤都附近的州府。看来这些家族都是喜欢明哲保身呢，在他们那一代挣够银钱，直接退出权力中心，但又在默默地培养人，保全他们的生活，高人呐！要是这么说，确实是。如今母皇要把世家给打压下去，从头瞄准的都是那些100年又一直把控朝堂的世家。我本想着按照排名最高那几个世家，让他们选出来3、5人应付了，如今看来这样子不行呢。那我就出题让他们答，答对了再进入选人的环节。阿瑶这个办法好，可以试试。就是题目阿瑶要好好想想了，不能太简单，不然没有效果；不能太难，要是一个也答不出来也不行。答不出来就不管，我如今是太傅大人，选的就是要和我心意相通的人，他们连这题都答不出来，怎么进我的后院？苏月瑶去了书房，脑子里开始想在现代里面看的那些不好破解的难题，最后选了一个对子，一个独树9宫格，一个围棋残局。到了晚上，苏月瑶把他出的3道题让几人看了，众人都在思考。你们研究看看，如果明天午时前没有解答出来，就搬到外面去，让他们答吧，解出来了再说。这几道题还是有些难度的，他觉得短时间不会有人解出来，应该能清静些时日吧。等绵绵和暖暖满月之后，他再考虑上朝的事情。粮食问题他也要好好想想如何去做。苏月瑶没有管他们，回了卧室，准备直接躺到床上。只是他刚脱了外衫，就感觉有一丝的冷意，一转头发现有人靠在他的梳妆台上。苏月瑶刚想发出声音，人直接捂着苏月瑶的嘴，手半搂着她。苏女君不喊不叫，我就放开你如何？苏月瑶点了点头。这边韦继华刚一松手，苏月瑶直接张开嘴巴要喊出声，下一秒又再次被捂着了。苏女君真是不乖呢。苏女君刚刚出的3道题确实很有水准，让我一时之间都没有猜出来。本来想靠着实力进你后院的，看来有些难度了。苏月瑶瞪了他一眼，眼神示意他把手拿下来。我要是放开了，苏女君又再次喊叫，你这府邸里3层外3层的高手围着，甚至还有用毒的高手。我带的人要是对上这些高手，虽说全身而退有些难，但是他们也讨不得好呢。那就委屈苏女君听着我说吧。今日陛下昭告天下，不出2日，整个凤鸾国都会传遍。今日凤都周边那些1000年的家族都在蠢蠢欲动，苏女君要是不选，他们怕是会对你身边的人下手呢。虽说你身边的郎君也各有本事，如今你又和李氏一族有着矛盾，但是如果这些人同时出手，怕是会输呢。但是你要是娶了我，那就没有问题了。你让你郎君找的几种粮食，我的人已经找到其中2种，也在往凤都送过来，这个我可以送给苏女君啊。如果有了这粮食，明年春上就可以种上了。还有凤都东边好的良田庄子，我有很多。下一年你要是想种，我也给你提供地方。我的人也有本事拦着那些世家，他们有些秘密在我手里，
我可以保证他们绝不伤害你身边任何一个人，包括你呢。苏女君确定不叫？苏月瑶点了点头。韦继华的手慢慢的松开了苏月瑶。你都这么有能力了，进我后院干什么？你想入朝，就你这本事，自己都能搞定的。还有，上次你伤了星辰，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我有我的原因。上次伤到你的郎君，我道歉。我的人，包括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他，而且他步步杀招，我们没有办法再动手狠了些。没办法，动手动狠了。就如今你的能力，你要说你不知道是他，我都不信。而且韦公子不解释解释，你一个翰林大学士之子，背后有这么大的势力，我这府里还有我这院子里暗处保护我的人，你能进来，说明你的能力在他们之上。我承认，我知道他是你弑君的时候没有让人及时收手，害他受伤，是我不对，我可以道歉或者补偿。苏女君既然已经猜出我的势力能力，我要的不多，就进你后院如何？弑君位分而已。我的后院有什么让你这么想得进来？你是看上我了，还是爱上我了？无可自拔了？算是吧。苏女君，你如今是我最好的选择。我刚刚说的那些好处，当真不考虑吗？好处？我得有能力拿呀。你这么大的能力和我在一起，我压力太大了，心脏受不了的。而且我如今最不喜欢的就是胁迫。虽说你各方面呢都不错，但是不确定性太多了，明白吗？你的那些条件来换我娶你是交易，我觉得感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没有胁迫你的意思，这些也不是交易，是我心甘情愿给你的。苏女君想知道我的身份也可以，你别说，我不想知道。我身边已经都是大佬了，我惹不起你们，你快去找其他人吧。星辰那个大佬都要折腾出他半条命了，其他人虽说温和些，但是他还是能感觉出来他们是收了气势的。苏月瑶，我觉得你越来越有趣，越来越有意思了。而且即使我不说我身份背后势力的问题，你的后院我还是要进。那3道题我会解开，正大光明的进到你后院里。你解开了我也不选你。苏月瑶冷哼说完后，就感觉到空气都凝滞了，甚至带着一丝的凉意。苏月瑶明显从韦继华的眼神中看出来冷冷的寒意，和刚刚气定神闲的模样简直是两个人，这才是他的真实面貌。苏月瑶，你听好，我是东离国摄政王的儿子。当年我出生的时候，王府里有人妒忌我的父亲，对我和我的父亲起了杀心。我父亲带着我出逃，我们才侥幸活了下来。遇到了当时出事的韦家人，我父亲当时重伤去世了，我才被韦家人收养。苏月瑶听到后心里一颤，这大佬不是不说了吗？摄政王是他想的有关吗？听这意思，东离的摄政王是个女子。你有这么大的母亲，你来找我干什么？东离国应该是有贵女供你选择的吧？我不想以后留在东离国，我父亲已经去世，来找我的都是我父亲的人手。我母亲后院有大把的男子，当年伤害我父亲和我的那位还在后院好好活着呢，所以我要回去报仇。但是走之前我必须要嫁人，不然我一旦回去，我的婚事就不受我控制，你明白吗？哦，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是你的工具人呗。但是不好意思呢，我不想掺和这些。我不让你掺和，你只需要娶了我，破了我的身子，等我替父亲报仇之后回到丰都，我背后的人背后的势力都给你。他感觉他都快要气死了，真想把苏月瑶的脑子给剥开，看看他想的是什么。他一个风华绝代的公子，要钱有钱，要势力有势力，白送给他都不要，他到底想要什么啊？他都想要抽自己，为何单单就想选他，其他女子又入不得他的眼？苏月瑶看着此时的韦继华，感觉有些不妙。他感觉他要把人给逼疯了，但是他确实没有说什么呀。破了他的身子，是他想那个意思吗？上来就这么猛吗？他人都不想娶，怎么和他那个又这个的？那个韦公子，你要不要好好想想？有可能我并不适合你。我本身不想强迫你的，但是如今我没有办法，那就委屈苏女君了。毕竟这事情发生了，吃亏的也是。苏月瑶被放到床上，韦继华的身子就要压了过来。苏月瑶睁大了眼睛，直接伸手推着他，但是发现
他撼动不了他一丝。魏公子，我们好好说，你这样事后我要是告发了你，你就完了。我说了那么多，不管如何你都要拒绝我，我只能如此。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了，我的身子破了，等到东离国他们逼迫不了我，我也可以放开手脚为父亲报仇了。等你去告发我的时候，我也早已不在凤都了。今日你的郎君都在解你出的那3道题，让我钻了空子。你院子的其他暗卫，我的人都动了一些手脚，所以今晚是我唯一的机会。为何非要是我？我从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与其他女子不同。之前你拒绝过我，我一直在努力往你身边靠近。之后我得知我的身份，知道我必须去东离国前把自己嫁出去，我唯一想到的就是你。我去东离国能不能平安回来我不确定，但是我就想这么任性一回。你别动，再动我就叫人了。你叫吧，你的人我控制住了。如今我们这状态，你其他郎君来了，你应该也解释不了吧？你要是今日碰了我，我恨你的。没事，没事，恨我总比一直拒绝我强。我想想，你去解题，如果你答对那3道题了，我给你机会让你进我的后院，如何？现在知道低头了，你要是事后反悔怎么办？不反悔，你要是能答出来，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本身我也是选世君的。那好，记住你说的话，我等着进你府里。苏月瑶看着这么好说话的韦继华，总感觉哪里不对。他不会是从头到尾就是想要他同意的吧？这边韦继华刚准备离开，他身形一顿，直接闪到了床边，一个身影闪了进来，两人动起了手来。苏月瑶看着屋里的2道身影打了起来，梳妆台直接先遭了殃，砰砰啪啪摔碎的声音。你们2个要打出去打，别拆我的屋子呀！这时星辰和韦继华2人直接对上一掌，砰的一下，一股内力流动，星辰和韦继华2人分开了一些，各自弯腰吐了一口血。你到底是谁？怎么会用东离国的内心心法？不愧是嗜杀阁的阁主，既然你能发现，看来我还是隐藏的不深，不然上次伤你的时候你就知道的吧。星辰眼神中带着杀意，这时天一等人出现在院子里，脸色有些苍白的跪在地上。韦继华身后也出现了10几人。赤沙阁的杀手也不错，我的人能拖他们这么久，超出了我的预期了。这时苏月瑶走了过来，受伤了没有？没有的，记住，只是一点内伤。韦公子，你又伤了我郎君。我也受伤了。殿下，浩轩，你们给我揍他。好的，七主。妍希、易阳，你们也去，给我揍他。好的，七主。顿时场面彻底乱了，韦继华几乎在不停的闪躲。苏女君，你不能这么不讲武德啊！以多欺少，我不服！哎呦，别打脸！韦继华身后的黑衣人都默默的背过身去，不看他们刚认回来的少主子，丢人呢！他们费力的把人给引走那么久，还没有把未来的少女君搞定，一点都没有当年他们的主子强悍。喜欢直接扛走，等人喜欢上了再送回来多好。少主子呀，你可自求多福吧。韦继华几乎是被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连脸都没有放过。虽说大部分能躲过去，但是架不住人多呀。阿瑶，韦公子这是做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他刚刚偷溜进我的屋子，差点非礼我。非礼？什么意思？就是想要占我的便宜，他想睡我。那到底成功了没有啊？当然没有。等等，刚刚谁问的？是属下。少女君，少主子要是哪里做的不对啊，您就像这样，让其他郎君揍他一顿。星辰下意识地挡在了苏月瑶的前面，之后他眼神微眯，这人是上次突然对他出手伤了他的人。你可别乱叫，我才不是你的少女君呢。你家少主子我还没有打算娶呢。那看来是少主子不努力啊，属下回头好好教教他。少女君，我就先带着少公子走了，咱们下次再见。五叔，你别拽我还没有给苏女君说完话呢。少主子，我辛苦把人给你引走这么久，你连人都没搞定，我都嫌丢人呐。断断续续的声音传来，
苏月瑶脑门一条的黑线，刚刚还站的黑衣人一瞬间也消失了。他们的武功好强的感觉啊！记住，他们用的是东离国的内心心法，是皇室独创绝学，内力深厚，而且特别霸道。咱们暗处的人呢？女君，属下们当时被他们引走，当知道上当的时候要回来时，被他们阻拦了，是属下护主不力。女君他们是中了东离国的迷药，有些失神，再过1个时辰就正常了。你们2个为何没有事情？我们一发现中毒了就开始运功，刚刚才把毒逼出来。都去领罚吧。七主，我再安排一些人过来。不用罚他们了，是韦公子他们太厉害了。都下去吧。众人都散开退了出去。来说说这韦公子的武功到底有多高？七主，韦公子应该内力是这2-3月才精进的，所以我和他是平局，我们2个互相伤不了对方。但是刚刚那个黑衣人武功才是最高的，上次也是他伤了我。七主啊，刚刚我们动手的时候，韦公子并没有用全力，像是让我们故意打的一样。七主啊，他们好像扛毒，我中间有试过下毒，但是他们都没有试。七主，我的轻功应该胜他们一筹，但是我的内力弱了一点。韦公子如果用全力，我们4个好像也不能打败他，应该是2败俱伤吧。七主，你刚刚说他非礼你是怎么回事？苏月瑶简单的把事情说了一遍之后，众人集体沉默了。东离国摄政王是东离国女皇的妹妹，能力很出众，如今东离国几乎都是她在掌权。离皇倒是不喜欢国事的，但是韦继华说那几个黑衣人是他父亲的人手，应该不对，领头的那位高手一定是摄政王的人。摄政王和他的父亲中间是不是也有什么爱恨纠葛啊？那典型就有好戏看了。这消息应该是东离国的秘辛了，不好查出来。视察阁在那边有分阁，规模比较小，确实不好查。算了，不想他了。我看他并没有伤害我的意思。那3道题解出来了没有？七主啊，对子那关好好想想还能勉强对上，但是中间那个算术问题我解不开，棋局还没有看。七主啊，棋盘那关我过了，但是前2个我过不去。七主，中间那个算术题我过去了。七主，你想到什么好点子了？苏月瑶简单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七主是担心他们串题，互相沟通。当然了。七主，棋局的答案只有一次，如果一个人都是一种方法解开的，那就晚交答案的不合格。星辰，你好聪明，我都没有想到这里。七主是太忙了，一时没有想起来而已。阿瑶，我们把答案整合一遍，全部都答出来了。不错，你们这么快就解答好了，接下来就让他们去答吧。1日一早，前院有全部解开题目的没有？没有，大部分的人都在解答，主君和殿下他们在监督着，想来能解答出来的人会很少。希望他们都答不出来吧，能解答出来的，到时候我统一见他们一面。七主，我有些话不知道能不能说。玉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咱们是一家人。七主，其实这些人除去那些小世家，还有凤都李丞相派系的公子，其他家族的公子都还不错，样貌教养都是数一数二的。既然七主必须要选，还不如选和我们相熟的。我想知道相熟的都有谁？韦公子，或者是公羊若愚？七主出的那3道题已经去掉了一些公子，第1关过的有韦公子、公羊公子，还有南卫士。普巡查也来了，他跳过前2题，直接过了第3关的棋。都来凑热闹了，这普巡查来干什么？七主不觉得普巡查对你不同？我觉得他对谁都是一样的，又从未逾越过。刚开始有点看不上我，但是后面和他共事后，我还是挺欣赏他这个官员的。他也从来没有说过要嫁给我的话呀。想来他只是想把残局解开了，这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传到普巡查那儿我就尴尬了。他们都从普安眼中看到了他对他的深情，绝对没有他不喜欢他之说。是七主没有往这方面想，还是普安故意隐藏他的信息，让他们没有查出来？公羊若愚这么快就回凤都了？是的，七主，他调任了。之前本来是调到礼部，但是七主把御史中丞冲大人给告了，之后他被吏部的人查出来政绩有些问题，直接被罢了官。这个位置如今是公羊公子的。呵呵，
合着我这么打闹，把人给怼走了，公羊若愚最后成了最大的赢家。他那样的人，那样的嘴，当了御史以后，这朝堂是不是很热闹啊？记住，我们之中除了易阳可以进出宫中，但是他不上朝，所以朝堂上如果七主把公羊公子和普巡查给纳了，我们也能放心。玉琪，这些是你们商量好的？不是，我们都知道这其中的利弊，只是我们不想七主委屈。如果七主真的不想去，挡着就是了。七主可以让他们住进之前准备的院子，你们也可以试试多相处些。如果将来不行，再说吧。要是他们进府，我接纳他们，我陪你们的时间就更少了，你们不难过吗？七主身边再添几个人，我们也放心。我身边有你们还少啊，都9个郎君了，多炸裂的存在。七主啊，我再过2个月就要出发去南疆了，一直到明年3月份才回来。星辰的什刹阁事务很多，1个月就几天在。远义和远景他们白天在家的时间不多，易阳几乎都在禁卫军营或者当值，浩轩还要去文人阁，我有时候还要去凤都周边巡查铺子。府里只有主君和殿下，府上的大小事我还要主君处理，主君还要分出一丝心力照看绵绵和暖暖呢。等绵绵和暖暖满月后，你们也要每日上朝了。如果身边有人照看你们，我们都放心，毕竟宫里暗卫进不去。我知道了，我下面会好好想想的，我想自己一个人待待。玉琪，你今日不该说这番话的。我知道，但是七主如今如此排斥娶夫，先不说那些世家愿不愿意，昨日韦公子的人能轻轻松松的进来，万一其他人也如此呢？在我看来，生死面前任何事都是小事，我不能赌七主出现一丝伤害。而且七主之前在马车说的那些事情，每一样如果都做出来，会动多少世家的利益？我只想七主好好的，我能陪伴在他身边就很知足。今日的事情我会去找主君领发。他何尝不知道，只是他没有预期的魄力把这些跟七主说。两人都没有再说话，而是静静地站在房门不远处。屋里的苏月瑶没有颓废多久，既然这些人都想进他的后院，成全他们，毕竟院子都准备好了。女君，韦公子派人送来了一些东西，主君问您是否要到前厅去看一看。主君有说什么东西吗？主君也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女君之前在纸上画的东西。我知道了，去看看。他昨日说了，他画的粮食他找到了2种，他不会给送过来吧？他接下来要处理粮食问题，有了这2样，以后粮食问题能解决大半。芊芊，韦公子送过来的东西在哪里？杨千寻让下人把东西给搬了上来。苏月瑶直接快步走到箱子边，当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直接笑出了声。真的是土豆和红薯啊！凤都的天气，土豆应该是还可以种植一批，等到来年收。七主，这2种东西真的能亩产那么多？一定可以的，好好培育施肥，产量之后比稻谷麦子高。施肥是什么？施肥就是让土地更有力量，更有营养，这样种的粮食才会长得好。用什么材料？动物或者我们的粪便，也有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你们种地不施肥的吗？我只知道我庄子上的佃农把地种好后，除了浇水除草，没有干过其他的。好吧，这个我想可以试试，施肥是可以提高产量的。你们谁周围有带佃农的庄子，我要把土豆试种一片地方，这些秸块应该可以种些。红薯可以先保存着，等明年4、5月了再种植。七主，我有一处庄子，就是上次你们一次我救你那处，就是良田不多，佃农只有20来人吧。先不用庄子，这些太少了，不用跑那么远，我们种在后院的一处偏僻的花园里就行。等这一批收了，春季还可以再种一季，我们就有种子了，可以大批量的种植，到时候就能用上你们的庄子了。阿瑶，这个粮食要提供给陛下吗？等我们种植出来再说吧，说了的话，陛下怕是又要让司农过来，之后会是各种麻烦事情。如今很多世家都盯着七主看，七主，韦公子，你收了他吧。星辰，你的势力这么大，我没有想到你会主动让我纳夫。七主，韦公子的生母是东离国的摄政王，整个东离国都在他的手里，是一位传奇人物。你现在那位黑衣人不是韦公子生父的人手，是摄政王的人手，武功能力比我要强。七主将来如果不想在凤鸾国，东离国可以考虑，那边环海，很多渔村，风景也不错。你去过那边？去过。什刹阁在东离国的边境上有分隔，但是规模不大，
最主要的是，我的势力想要往东离国国都去很难。摄政王几乎把兵力、江湖势力都笼罩了。东离国女皇让摄政王握着这么大的权，不怕他造反呐？她们是同父同母的姐妹，姐姐是个贪图享乐的，所以这重任就交到了摄政王手里。而且摄政王的郎君们都是东离国世家子弟，唯一就是摄政王子嗣不封，无女嗣，加上伪公子只有6子，其他的5个公子都嫁到东离国高门世家里，他们的妻主也都没有给他们生下孩子。其实他生了6个孩子，已经生了不少了，就是没有生下女儿而已。妻主，要是现在的女子能生出来6个孩子，那确实不少。20-30年前的女子的生育率不低，只是生女的少。而且这位摄政王已经放出话了，只要他儿子的妻主能生下女子，摄政王的爵位就是那位女君的。呵呵呵，我就说伪公子怎么上赶着来的，原来也是看上我的肚子了。也不尽然，伪公子应该只知道摄政王给他安排了婚事，回到东离国就要相看。他不想嫁到东离国，那只有一条路，就是在凤鸾国成亲。我不信，他身边那个黑衣人你都说是摄政王的人了，伪公子做的事情我也没有通知那个摄政王，说不定他还等着他儿子嫁给我，我再给他生个孩子呢。星辰，你要不和我说这话，我原打算呢把他纳到了后院，现在想想算了，我可不想我的孩子将来送到了东离国去。妻主是心疼孩子，早知道不说了。你不心疼暖暖啊？那么娇俏可爱的人啊，我每每看到都很是欢喜。你将来舍得他离开你的身边去外面生活啊？当然舍不得，但是嗜杀阁以后他要接管的，有些时候是他必须要经历的。星辰，咱2个说好，到时候你和他说，如果将来他不喜欢你的嗜杀阁，你不能勉强他，知道吗？我知道了。暖暖既是他的女儿，习武接管嗜杀阁是他必定要走的路，他不喜欢他也要接受的。看着妻主这个样子，他到嘴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了。妻主，如今这局势，你娶了伪公子，他父亲留给他的势力都归我们，孩子的事情也不一定要给他生。星辰，你这想法可以啊，既贪了他的势力，还什么都不付出，也不算是没有付出，我还得破了他的身子陪睡啊。妻主其实睡了他不亏，他长得不错，一晚什么都有了。呵呵，你觉得你们几个我能应付过来吗？1个月几乎腰都是酸的，你好意思说？你要这么说，以后你别碰我。那不行，妻主既然担心后期孩子问题，那就不纳他。等明日看哪些公子答出来题目，我再看看他们背后哪些势力可以为妻主所用。在势力和睡觉2者来说，和妻主睡觉才是最重要的。苏月瑶不想再说韦继华了，他已经决定不接这烫手的山芋。东离国的摄政王惹不起，他就不往上靠了。前院情况如何了？门口还有一些人，昨晚上已经去掉1半的人了，最迟明天会确定人数。那就等明日吧。星辰，那些公子的背景势力你都能查清楚吗？只要背后没有特殊的能力，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那些千年传承的世家公子，查起来会慢些。那就慢慢查吧。他们如今进府都是奔着子嗣来的，我要是局外人，真想好好看戏，可惜他们的目标是我啊。确实是，听主君说，除了韦公子、南风、普巡查、公羊若愚都露面了，也都过了一题。记住，他们3个也不考虑。我不知道，南风心机深沉，之前想要和我合作，如今我成了太女的师傅，他还看着我不放，不知道又打什么算盘了。这普巡查，我觉得应该也有些事情，才导致了他来答题的。如果妻主纳了南风，陛下会把南风家族的人释放回来，利用封家和南家把西边的军权从谢氏手里夺回来。陛下知道南风的情况？之前我以为是不知道，但是这几次我派人查他的时候，发现他身边暗处有陛下的影卫，而且南风出手的时候，影卫也有帮忙。哼，陛下真是比黄雀还给力，一剑处理了多少事情。西边军权以后在南风的手里，我成为他的妻主，又是太女太傅，这西边的兵力算是回到了皇室手里。这普巡查背后是什么？他没有问题，确实是一个无任何家族可依的人，但是当年他们普家被大火灭门的时候，应该和他有关，他的手段想来也是个狠人。妻主，虽说你对普巡查家族不在意，你不在意他的年纪问题吧？他应该大妻主10来岁。28、9岁算年纪大？在现代不是刚毕业3、4年的大学生吗？现在都是晚婚晚育，甚至不结婚的人都多了去了。不大吗？
公子都是15、16岁家中就给他们相看人家了，17、18嫁人的是最多的，28、29岁能不大吗？好吧，你说的对，他年纪大不适合我。今日的星辰真是选人终结者呀！昨日玉琪说的话，他觉得很在理。这几人他都认识，纳进来应付外面那些人也不是不行。但经过星辰这么说，他一个也不想要了。星辰啊，你再说说公羊若愚。他没有什么问题。公羊家族千年世家，底蕴深，要地有地，要庄子有庄子。西主下面要是种植高产粮食，你把公羊公子娶了，直接实现庄子土地自由，和他睡生了女儿，说不定这公羊家以后都是西主的。他不想，他不要。看着公羊若愚的样子，他觉得他心里也是一个腹黑的。西主，这几人你要是实在看不上，我们去前院偷偷看看。你要是看上哪个了，我让嗜杀哥给你查他。星辰，我觉得这人你一查吧，我都不想去了。他搞砸了。主君不是说让他如实告诉妻主中间的利弊吗？他说的很清楚了吧？妻主，我只是告诉你利弊，没有别的意思。确实你没有别的意思。他们如此心机深沉，你倒是放心我纳他们？放心啊，没进我们府里，他们的家世背景我不好明着动手。进了府就是妻主的弑君，我们这些侧军好好调教，会得妻主喜欢的。苏月瑶听到这话，彻底呆愣地看着他。他们是不是要进行宅斗了？妻主不用担心，只需开心选你看上眼的公子就好，其他的我们会处理好的。不用徇私，他们能通过3题再见我，而且我选的人不是要关到那处院子吗？你们这样子不会让我真的选吧？妻主要是都不喜欢，那就让他们都去那处院子里。这大概第一次见他们不会喜欢，所以你们不用特意的给我安排了。那就等明日妻主看到他们再说吧。这是什么？妻主，你上次画的粮食作物，我的人在北边边关找到和你图纸上画的很像的一种作物，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玉米。星辰，这个有多少？我全部都要。这是在北关边关有一些饲养牛羊的佃农在山里找到的，但是这个并不好吃。佃农说没熟之前可以煮吃，但是颗粒太少，熟了之后太硬，即使水煮也很费牙。它们大部分都是用来喂牛羊的。这粮食可以磨面做饼子，比较嫩的时候水煮直接吃，味道更好。关键是这1亩地可以产量1000斤，这玩意儿可以产量这么高。有了韦公子给的红薯和土豆，加上玉米，好好种植，以后我们凤鸾国就再也不缺粮食了。妻主，我让人把他们手里的玉米都带回来，这要怎么种？这一粒粒的都是种子，等到4、5月份种植就可以了。要是南方应该是可以种植2季的。好，土地有要求吗？一般的土地应该都可以，它比较耐旱，即使少雨的地方也能种。南方是不是盛产稻谷？南方确实种植最多的就是稻谷。稻谷也有一种增加产量的方法，就是种植稻谷的地方里面放鱼苗，必将会高产。妻主有具体的方法吗？有，我给写出来。就这样，星辰陪了苏月瑶1天，一直到晚膳的时间，两人去了膳食厅。妻主，我今天看了一堆的对子，现在满脑子都是对子。妻主，我今天登记了好多的公子信息，人我都看花了。妻主，我看了2天的棋盘，眼里都是黑白色的。妻主，这2日我巡逻安排人手，不停的在走，脚都起泡了。妻主，我看了1天的数字，眼前有些模糊。苏月瑶听到几人的话，嘴角微抽，他们真是太辛苦了，他不知道如何安慰。芊芊，你和殿下玉琪干什么？阿瑶，我们今日回了很多公子的问题，我们嗓子有些累了。大皇子和裴玉琪点了点头，表示主君说的对。你们真是受累了，咱们一起用膳吧。今日的餐桌上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大家都是低着头专注的用膳。他选弑君，把其他的郎君累坏了，这想想都有些搞笑。晚上轮到裴玉琪陪他的时候，往常温和如玉的裴玉琪都会好好的和他说一会儿话的，或者谈论一些他之前去过的地方，风土人情。今日从伺候他沐浴一直到现在，全程都没有说话，可想而知他到底说了多少的话。裴玉琪此时心里也很后悔啊，他就不应该对妻主说那些娶夫的事情，他只是担心妻主才会说的。他以为挨训最多被训斥几句，毕竟他说的话也是大家想说的，没想到找千寻认错的时候，直接罚他在门口提问那些公子难得，
或者如何侍奉女子等等。回答正确的人才可以进去答题。他这辈子都没有听过这么多遍的难得。玉琪很累吗？嗓子要是实在不舒服，我让远意给你看看。其实我还好，就是嗓子有些疼，休息一晚就好了。苏月瑶听到裴玉琪微哑的嗓子，有一丝心疼。她心里知道，他们其实都是为了她好。气主别皱眉，按照你心中的想法来，也别为了我们委屈你。我们从根本上就是想要你能开心的。我只是有些心疼你。能得到气主心疼，玉琪很开心。忙一天了，我们早点休息。好。两人没有再说话。苏月瑶躺在裴玉琪的怀里，慢慢的睡着了。翌日，苏月瑶起来的时候，裴玉琪已经不在房中。女君要起来吗？裴策军呢？裴策军去了前院，主君吩咐过了，女君用过膳食后也要去一趟前院，通过的公子会等着见女君。好吧，我知道了。春日伺候苏月瑶用过早膳后，苏月瑶抬脚往前院走去，还没有到前院，就看见了陆远义走了过来。远义是来接我过去的？是啊，主君还担心妻主不来呢。我都让你们选了，露面倒是会的，你们还怕我跑了不成？确实有些担心，我们怕妻主不选，到时候被其他人拐走了，我们就有的哭了。远义，你今日说话挺幽默啊。幽默？就是有些好笑的意思。放心，我是不会被拐走的。那我们就放心了。截止到现在有3位公子通过了，其中就有韦公子和公羊公子。那还有一位是谁？苏月瑶倒不好奇那2人，好奇另外一个。是刚卸职回来的真东将军孙家的嫡孙孙一白。孙将军已经驻守东晋20年了，前一阵儿陛下传召回来，如今东晋的20万大军在孙将军的嫡长子，也就是孙公子的父亲手里。想来陛下这次是动了想要收复孙家兵权的心思。孙家之前也是凤都的望族，20年前孙将军不知为何带着一家老小全部去了东晋，中间一直没有回来过，只有孙公子回来过几次。这孙公子为何会来参加？我觉得当初孙将军离开凤都，就是因为觉得陛下会对世家大族下手，所以才避其锋芒去了东晋。他们也知道陛下有意收复兵权，但是因为孙家一直掌握东晋，陛下即使收了兵权回来，那些士兵也只认孙家的人。孙家怕陛下对他们下手，就打算投诚，让他们的嫡孙子回凤都选一位合适的妻主嫁了。这样有了质子在凤都，陛下也能打消疑虑。他们回来已经有7、8日了，一直低调地住在孙家的老宅中，正好赶上妻主选侍君。